就没见过如此干的贝叶生存，主要是前期真的是太过于无聊。我们除了卢莎莉，那就是卢莎莉。目前呢，生存天数已经来到了第7天的中午11点，我的余额呢也来到了2215块钱。今天呢，我想先定个小目标啊，把余额给它攒到5000块钱，然后呢制作一个刷石机。刚刚呢，我也是挖到了9个黑曜石碎片，制作了一个黑曜石。没想到这个黑曜石呢，只能买不能卖，坑爹了这是！没有办法，只能是放进箱子里了。我们再买一点沙粒，然后现在还有6把铲子，咱们继续撸沙粒。由于这个过程呢实在是太过于无聊，咱们直接给它省略。这样的话，咱们来到生存的第8天的早上9点钟，攒了4000块钱，首先买一桶岩浆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刷石机。有些粉丝看到这里呢，肯定要问，是不是做了刷石机之后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？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根本就不是。刷石机的主要作用那肯定就是产石头，在这里购买一块原石需要花费32块钱，但是卖一块原石你只能得到16块钱。所以你想指望它不再撸沙粒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再者说了，咱们制作一把大锤的话，那需要5块铜锭。哎，对了，现在我有个问题呢，问一下麦特生存的老玩家们，你们知道一把铜锤可以挖几块原石吗？绝对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问题啊。所以说于情于理，我们用铜锤挖石头，然后再卖石头发家致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前期原石的主要作用那就是扩大空岛。那么扩大空岛的主要目的前期是为了啥呢？那就是种树。一旦你的木头多了，你就可以拥有无限的铲子。那么拥有了铲子之后，你挖沙粒的速度呢就会变快。言外之意就是你发家致富的速度呢也会变快。先把铜锤工作台给它制作出来，紧接着铜锤也给它安排上。如果我们现在玩的是正常的贝叶生存，就目前的生存天数来看，如果我们前期的目标就是一把铜锤，你们觉得在哪个版本里发育的更快呢？当然了，我这属于是比较脸黑的，如果欧皇附体的话，铜锤早就该做出来了。OK，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做刷石机。刚开始呢，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刷石机呢做在空岛的外侧，也就是从眼前这个地方延伸出去。然后我仔细一考虑吧，这是不是多少有点费劲啊？如果把它改造在空岛上的话，是不是可能方便很多呀？有道理，那咱们就把它改造在这个地方吧。OK， 水已经流下来了。放岩浆之前呢，我们自身必须要有经验，所以吃几块青金石把经验提升一下。OK， 岩浆一倒下，刷石机正式完工。那么这个岩浆倒在这里，它就有一个问题，距离岩浆太近的方块嘛，它时不时的就会燃起来。当时的我呢，并没有在意啊，我还用半砖给它堵了一下。我就想吧，燃起来就燃起来，反正我注意一点就 OK 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我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，为我的空岛失火埋下了严重的隐患。OK， 那么有了刷石机之后呢，我并没有着急啊扩大空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据粉丝所说，制作一个铜针的话，大概需要8000块钱。我就想着吧，先攒钱，等把铜针做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利用刷石机呢挖石头，然后再扩大空岛。箱子内呢还有几块原石，我们先给它分解成为半砖，先给它用上。你们看，这棵树长得还挺快。等我拥有了可以种下10棵树的空岛之后，我就决定不再种树了。然后呢，再把我的余额发展到一定数量，我们开始建造刷怪塔。OK， 现在我们镜头一转呢，直接来到生存的第11天的中午12点，买了一组小蘑菇啊，一组小蘑菇是32个。然后呢，我又买了1背包的沙粒，余额基本上就快用光了。我就要挑战一下这1背包的沙粒到底能让我赚到多少钱。当我录到第11天晚上的时候，你们看我背包内啊，1个钻石碎片，2个绿宝石碎片，还有3个金粒儿，这3种物品是最值钱的。然而就在当天晚上，我撸着撸着，左手边大树长起来了，树叶与火相遇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没错，我一个不留神，居然燃起来了。咱就说吧，兄弟们，当时我也是傻了呀。我这身上又是绿宝石碎片，又是钻石碎片，我为啥就不能把它放在箱子里，然后再去救火呢？再者说了，不就是几块破木头吗？烧没就烧没了呗。可是当时的我看到如此场景，居然没有袖手旁观。俗话说得好，大火无情，人有情啊。在灾害面前，人们只有团结一致，才能共克难关。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消防人员以及救援人员的无私奉献，所以我们应该学会珍惜人间真情，学会在困难的时候相互扶持，共度难关。同样，我们也应该提高安全意识，可千万不要像我这样。所以现在我还是要救火呀，兄弟们，哪怕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。空岛失火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我如果不嘎掉的话，我估计你们也看不到这个场景啊。咱们回到家呢，是采用符文传送门。再次回到空岛之上，好家伙，直接就站在了树叶上。现在呢，我2个处境：一，站在这里不动弹，被大火给烧死；第2个就是跳下去极限求生。很显然没有做到。那么等我第2次再次回到空岛之上，大部分的物资已经没了，包括我的大铜锤。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我是在拯救我自己的家园。